电磁炮成美军最新防空系统，海军转陆军再就业。俄军企图圣诞节突袭，乌军做好准备守株待兔。缅甸海军推出其国产最大护卫舰。据战区爆料，美国陆军宣布计划授予 BAE 系统公司一份独家合同，用于开发新型的155毫米自行火炮原型。陆军快速能力和关键技术办公室在12月20号正式公布了这一计划。该项目名为多域火炮系统，简称 MDAC， 目标是利用最初为美国海军已经取消的电磁轨道炮项目开发的高超音速导弹，拦截无人机、巡航导弹以及传统的飞机和直升机。所谓已取消的电磁轨道炮项目，指代的是用于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上的主炮。MDAC 的设计理念是通过高射速和大弹药量实现对多种空中威胁的有效防御。完整的 MDAC 系统将包括8门多域火炮、4个多功能精确雷达、2个多域战斗管理器以及至少144枚高超音速导弹。该系统旨在保护联合部队的固定和半固定阵地，抵御无人系统、巡航飞弹、固定翼和旋翼飞行器等多种先进空中与导弹威胁，同时在综合作战场景中补充现有的空中与导弹防御能力。BAE 系统公司有望利用其在高超速弹药方面的独特技术，满足 MDAC 项目的需求。高超速弹药最初是为美国海军的电磁轨道炮项目开发的，这些弹药具备高动能，能够以极高的速度拦截并摧毁目标。BAE 的高超速技术在这次项目中将发挥关键作用，确保 MDAC 具备拦截无人机的和巡航导弹的能力。根据目前放出的设计图，推测 BAE 系统公司可能会基于其自主研发的弓箭手155毫米自行火炮进行 MDAC 的设计。弓箭手火炮配备自动装弹系统，每次可以从21发弹药夹中装填弹药，能够在14秒内完成从装填到发射的初步部署，并在74秒内完成快速重新装填和移动。这些特性使其在需要快速反应的防空任务中表现出色。值得一提的是，当初的朱姆沃尔特级之所以没有装备电磁炮，就是因为成本太高，但现在 BAE 估计每枚高超音速弹药成本约为10万美元，而现有的便携式斯廷格地对空导弹每枚成本约为40万美元，高端的爱国者 PAC-3 导弹更是单枚成本高达数百万美元。假设该武器的命中率能够超过40%，那么这么看还是相当有性价比的。看到这里的观众能不能也给大兵点个赞，提高一下大兵做视频的性价比？电磁炮是一种利用电磁力将实心金属炮弹加速，达到动能杀伤的武器。高压电源通过2条平行的导轨向弹丸提供强大电流。当电流通过导轨和弹丸时，根据安倍利定律，在导轨和弹丸之间产生一个垂直于电流方向的磁场力，这个力持续作用于弹丸，使其沿导轨加速，最终弹丸以极高的速度被射出，远超传统火炮的射程和速度。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当初作为美国海军最新一代的隐形战舰，设计目标是实现高度隐身、远程打击和多任务作战，而电磁炮则是这艘美军最强科技集合体的最后一块拼图。相比于传统火炮，电磁炮发射速度极快，能够在短时间内连续发射多枚弹药，提升战斗时的持续火力和打击效率。同时，高速弹丸的轨迹更为平直，命中精度显著提高。相比传统的155毫米火炮，电磁炮的射程可达数百公里，大大拓展了战舰的打击范围，能够在更远距离内摧毁敌方目标。电磁炮不仅能用于对地攻击，还能对空中目标、导弹、无人机等多种威胁进行有效打击，提升战舰的综合作战能力。然而，尽管电磁炮在理论上具备诸多优势，但在实际研发和应用过程中遇到了诸多技术和经济上的挑战，最终导致项目被取消。首先，电磁炮需要极高的电能供应，当时朱姆沃尔特的电源技术尚无法高效稳定地提供所需电能。其次，电磁炮在发射过程中产生大量热量，导致设备过热，散热系统的设计和材料选择成为一大难题。此外，频繁的高能量发射会加速设备的磨损，影响电磁炮的寿命和可靠性。据统计，电磁炮导轨在频繁发射后，使其寿命可能会仅为传统火炮的10%左右。
这大大增加了维护成本和技术复杂性。经济效益与优先级调整也是电磁炮项目取消的重要原因。电磁炮项目的研发成本巨大，而且进展缓慢。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美国海军需要在多项先进武器系统中进行优先级排序。相比之下，其他成熟度更高、威力更强的武器系统，比如激光武器和导弹防御系统，获得了更多的资金和资源支持，最终导致朱姆沃尔特级电磁炮项目被取消。然而，现在美国陆军旧事重提，尝试将电磁炮当作机动防空武器。大兵猜测，在这近10年内，美国可能已经解决了大兵之前提到的问题，包括电力问题、材料问题等等。目前，该计划尚未有更多细节放出。据报道，陆军的目标是在2030年之前使用这种新型武器。在2024年圣诞夜，乌克兰全国范围内响起了紧急空袭的警报。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空中打击。据乌克兰空军报告，俄方不仅持续使用传统爆炸性无人机进行袭击，还从黑海发射了口径飞弹。虽然俄军来势汹汹，但乌军早已做好准备。当天夜晚，乌克兰空域监测频道发布警告，指出俄军可能会发射 Kh-101巡航飞弹进行更大规模的袭击。目前已有7架俄罗斯的图95战略轰炸机升空，携带多达8枚 Kh-101巡航飞弹，随时可能发动新的攻击。同时，大约10架俄罗斯 Shad 无人机依然活跃在乌克兰上空，俄方舰艇已经发射多达28枚口径飞弹。乌克兰空军监控数据显示，预计在15到20分钟内，俄军将发射多达40枚 Kh-101和 Kh-55巡航飞弹，以及28枚卡里贝尔飞弹。这一信息呢，由乌克兰空域监测频道发布，提醒全国各地的民众和防空部队做好应对准备。在能源部门，俄军的攻击力度尤为猛烈。乌克兰能源部长证实，俄军再次大规模攻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直指关键的火力发电厂。DTEK 公司表示，这次攻击导致其火力发电厂设备严重受损，这是乌克兰能源部门在2024年遭受的第13次大规模攻击，是 DTEK 公司能源设施遭受的第10次袭击。值得一提的是，俄军依旧没有尊重他国主权。乌克兰空军监测到一些俄军飞弹为躲避乌军防空系统，越过了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飞行了140公里后对乌克兰进行打击。之前，俄军飞弹已经多次侵犯第三国领空，波兰等受影响的国家已经数次对俄军行为进行了谴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事后表示，在圣诞节当天的袭击中，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发射了超过7枚飞弹和100多架攻击型无人机。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了50多枚飞弹和大量无人机，有效减轻了损失。泽连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道，尽管俄军的攻击力度空前，但乌克兰守军展现了顽强的抵抗意志和高效的防御能力，成功保护了关键设施和民众的生命安全。晚些时候，乌克兰空军的官方报告显示，在这次袭击中，乌克兰防空系统共击落成功拦截55枚 Kh-101和555巡航导弹，全部4枚 Kh-59、69巡航飞弹。值得一提的是，乌克兰电子战系统再立奇功，俄军发射的近半数无人机均被乌军电子系统压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值得一提的是，俄军发射的10枚 S-300、400弹道导弹，乌军均未能成功拦截。S-300防空导弹系统在研制初期就拥有一定的对地打击能力，但精度极差。S-300导弹采用中段惯性制导加无线电指令修正模式，末端采用半主动雷达制导，但在对地打击时，由于无法实施半主动雷达制导，因此主要依靠惯性制导加无线电指令修正，实现200到300米的命中精度。S-300导弹拥有一个重量为150公斤的破片杀伤爆破型战斗部，其威力相当于一枚300毫米的龙卷风火箭弹。之前，乌克兰主要依靠爱国者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然而，从今年2月以来，虽然没有新的爱国者系统及其弹药抵达乌克兰，不久之前呢，美国总统拜登已经确定将在川普上台之前对乌进行一揽子军援，其中呢就包括了500枚爱国者弹药，但还需要几周才能抵达。从这次空袭效果来看，这批关键的军援尚且是没有抵达乌克兰。
缅甸海军在本周二在丹莱因战舰造船厂总部隆重下水了一艘由本国自主建造的135米护卫舰，命名为沙龙王。这艘护卫舰是缅甸军方建造的各型舰艇中规模最大的一艘。沙龙王护卫舰全长135米，船宽14.5米，船高9米，吃水深度4.1米，能够承受3500吨的载重，最高速度可达每小时30海里。缅甸国防服务司令部总司令敏昂莱上将在下水仪式上宣布了舰船的名称沙龙王，以纪念历史上的沙龙王，表彰其在国家发展中所倡导的标准和规范。按照海军传统，敏昂莱上将将在这一吉时敲破香槟瓶，象征着沙龙王的正式下水。沙龙王护卫舰建造工作始于2017年3月，由丹莱因战舰船厂总部负责。由于其大型排水量，护卫舰的各个部分在不同地点分开建造，随后在舰船厂进行组装。值得一提的是，缅甸军方并未公布该舰的具体参数，但根据历史卫星图片分析，该舰配备了2组8单元的垂发系统。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